美国电影《加勒比海盗》，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作为影迷的我，最近又重温了一次《加勒比海盗》5部曲。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3部世界的镜头中，荷兰号船长大卫·琼斯的那只宠物挪威海怪。而这只海怪也正是电影第2部《巨魂关》中把杰克拖入魔域的那只怪物。但电影的最后，受制于东印度贸易公司的大卫·琼斯不得不奉命将自己的宠物杀死。其实这只海怪的原型来自于北欧神话中游离于挪威和冰岛附近的神秘怪物北海巨妖。大家好，这里是奇闻路透社。大航海时期，在挪威附近海域出现了一种神秘的海怪。据记载，这种神秘海怪身长可达100多米，全身长满触手，巨大的躯干浮于海面的时候，犹如一座海上孤岛。凡是见过它的人都很难生还。人们对于这种神秘的海洋怪物都谈及色变，因此这种神秘的海怪也被当地人称为克拉肯。克拉肯源于斯堪的纳维亚语，表示不健康的生物。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挪威海怪真正的威胁并不是来自于它们本身，而是它们那巨大的身躯潜入海底时掀起的巨大海浪。据说它们下潜时产生的巨大漩涡能很轻松地掀翻12只当时最大的战舰，并将它们拖入海底供自己食用。有水手称，这些海怪体型庞大，形状怪异，甚至长着9个头。它们的触手完全伸出海面时可以达到20层楼的高度。但这种挪威海怪一般都不会长期浮于水面，而是潜在深海等待时机，捕捉过往来的船只来作为自己的食物。因此很少有人亲眼目睹这种神秘的海洋巨怪。但1781年，一位名叫雅各·沃伦伯格的人宣称自己亲眼目睹了这只神秘的海洋巨怪。他在他的一本名叫《我的儿子在渡船上》的书中写道，克拉肯缓慢地浮上海面，他张开全身的触手，就像是一座浮动的小岛，从他的鼻孔喷出海水，形成巨大的水柱，在他的身躯周围形成环形水波，延伸至几英里外。于是海中巨怪的故事便很快在世界各国水手和渔夫中间流传开来。而这个传言也引起了卑尔根主教埃里克·彭托比丹的强烈兴趣。他很快便放弃了对曼提科尔蝎狮兽和狮鹫怪兽的研究，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向了这种神秘的海洋怪物。1752年，他在他的挪威博物志中对这种神秘海怪做了详尽的描述。他认为挪威海怪是世界上体型最为庞大的怪物，而这种怪物隶属于章鱼类或海星类生物。它们通过巨大的触手进行移动和捕食。于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生物学家开始对于挪威海怪的传闻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所谓的深海怪物只不过是一种体型巨大的章鱼，但是这种说法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确切的科学依据。直到18世纪末，一名叫杰克的船长带领自己的水手小队航行到纽芬兰附近的海域时，在离他们不远处看见了一只体型巨大的怪物。起初杰克船长以为这只是一些遇难船只的残骸，但是等到他们靠近这个神秘怪物时，这只巨型海怪竟突然开始活动起来。它伸出巨大的触角缠绕住杰克的舰船，随行的水手见状都惊恐万分。而航海经验丰富的杰克船长随即拿出斧头向神秘海怪的触手砍去。就这样，杰克砍下了海怪的一只触手，而海怪也因为失去一只触手而不得不仓皇逃去。几经波折，杰克船长终于带着这只怪物的触手回到了家中。他将这只触手交给了一位名叫摩西·哈维牧师的博物学家。哈维牧师一直热衷于研究一些神秘的生物，他认为这只触手应该来自于一种尚未被人发现的神秘乌贼。为了向其他人证明自己的看法，他从渔民那里买下了一只长达6米的巨型乌贼。但是当地居民由于长期陷入神秘海怪的恐慌之中，对于哈维牧师的这种说法并不认同。直到19世纪初，一位渔民无意中从一条抹香鲸的胃里发现了一条长达8米的触手。抹香鲸体型巨大，体重超过50吨，它们主要以乌贼为食，被称为乌贼的天敌。于是法国博物学家德尼·孟福尔根据这条触手，参照巨型乌贼的样貌，绘制出了挪威海怪的画像，这才让人们对这神秘的挪威海怪有了初步的认识。
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知不断加深，所谓的挪威海怪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巨型乌贼真实存在的生物，这种说法逐渐受到了人们的认可。19世纪末，一艘名叫阿利顿号的法国军舰从西班牙港口出发，途经海怪经常活动的海域时，遇到了一个大概体长在5-6米，而且长着长长触手的怪物。士兵们都觉得这就是传说中的挪威海怪。当时的船长希耶尔后来回忆道，我们遇到了传说中的挪威海怪，它有着长长的触角，看上去非常有力。士兵们尝试将它活捉，他们套上了它的尾巴，但是这只海怪为了逃命，拼命的挣扎，最后逃走了。绳索上只是留下了大概将近50磅左右的肉。可无独有偶，据说当时的一艘美国军舰也遭遇过所谓的挪威海怪的攻击。二战期间，美国一艘重达1000吨的军舰正在进行夜间巡航。大家要知道，这艘军舰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驱逐舰，即使是在漆黑的晚上，它航行的速度依然是非常快。但是，这艘驱逐舰在飞速的航行过程中突然的减速了，军舰上的维修人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能找出故障的原因。对此，美国军方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导致军舰骤然降速。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将这艘驱逐舰送回船坞进行整体检修。但是检修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战舰上的螺旋桨出现了几个大洞，像是被什么生物用牙齿咬的，而且螺旋桨上还缠绕着一条长达20米的触手，根据外观判断和乌贼的触手相似。那么这次美国军舰被袭事件到底是挪威海怪所为，还是巨型乌贼在作怪呢？为了一探究竟，美国军方派出了多个考察队，想要利用当时最先进的声纳技术对事发海域进行水下勘察，同时派出了大量潜水人员潜入深海寻找。但是这些考察队在挪威海域消耗了近大半年的时间，都没能找到这种挪威海怪或者巨型乌贼。就这样，本次科学考察行动以失败告终，挪威海怪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再一次陷入谜团。直到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一些未知生物的不断探索，认为挪威海怪存在的人也都普遍认为它应该只是类似章鱼或者乌贼的软体生物。因为挪威附近海域经常出现体长5-6米的大型乌贼，许多生物学家也研究发现，这种神秘海怪很可能是一种类似于枪乌贼的巨型海洋生物。另外还有专家认为，所谓的挪威海怪很可能是一种名叫做大王酸浆牛的软体动物，它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眼睛，而且这种生物平均个体都会长到12米左右。它们生性凶残，动作和生长都相对较为迅猛，经常在海中与鲸类相互争斗，但是被人类捕获的案例却少之又少。这种生物其实就是一种乌贼，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无脊椎动物。可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表明，所谓的挪威海怪很可能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类似于乌贼的软体生物。而关于挪威海怪的传闻，只不过是古时候人们对于自然的认知程度比较低，面对体型庞大的生物，很容易对其产生盲目的评价，很容易就会将这种巨大的生物描述成海怪。到目前为止，人类对海洋的研究和认知可谓是冰山一角，而海洋中还存在着许多人类尚未发现的神秘生物。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未知生物将会走进我们的视线，而那些挪威海怪的真实面目也终将被揭开。这里是奇闻路透社，感谢您的点赞和关注，我们下期见。